大家好，我是邱炳，我现在在湖南岳阳，我身后是一些明清的古建筑群。今天来看一个古村落，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有1700多个房间，面积达到5万多平方米，里面院院相通，户户相连，还有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是相通的。这个村落是在湖南岳阳的大山里面，有点远我开车也是开了很长的时间过来，从空中看的话，面积是非常大。这个古村落不光是面积大，还有一个特点是它也能够称之为是一户人家，意思就是说这个古村落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房间都是一个姓氏的，这是非常少见的。我看旁边资料说，这应该是全国唯一以同一姓氏而形成的建筑群，这就比较独特了。它是叫做张古英村，是张氏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建造的。按照说法是在朱元璋时期，有3个好朋友结伴从江西来到湖南的卫洞山区，看到这里城山环绕，树木青春，溪水清澈，觉得这里应该是一个适合耕种读书的地方，于是就决定在这一带安家定居下来。勘探宅基的重任落到了一个叫做张古英的人身上，因为他懂风水经过一番探寻和勘察，张古英最后选定了3块宅地，分别是四季发财、禄位高升和人丁兴旺。出于礼让张古英让其他2个人先选，最后分到张古英的宅地就是人丁兴旺。后来其他2位的后代果然是发了大财和做了大官，而张氏家族600多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官员、巨贾商富，却也是人丁兴旺，久盛不衰。特别是在岳阳这个乡村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卫洞有个张古英，16岁见曾孙，这就是张家人丁兴旺的夸张写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张古英村虽然经过600多年几经沧桑，但基本上保留了原状，建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布局巧妙，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保留下来的，基本上保留了原状，总的面积达到5万1000多平方米，房屋厅堂1732间，天井206个。像这么多房屋的确实是很少见它这个建筑群还遵循了风水的理论，总体来看的话，有点像一条巨龙盘卧在大地上，它的龙头刚好就是村落的入口，这是很有特色的。一般在封建社会建筑都会遵循一定的我们说的风水学的道理。你就像现在建造房屋要朝南朝阳，这个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嘛。在这路口这里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它是叫做龙珠石。我们经常说2龙戏珠，而这里是龙珠石和前方龙头对照，这就是龙珠对视，这也可能也是遵循了一定的风水道理吧。因为我们说建城建村建房，在以前都会讲究靠山临水，这里也是一样的。前方是村落的正式入口，叫做当大门。它这个建筑不是最古老的，大概是明朝万历时期的，到现在也有400多年。整个这个建筑群，它最早是属于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它后面传承了越来越多，就经过一系列的加盖扩建，到达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门是往里面开的，这就是以前的一种方式内八字嘛。一般以前大门都是往里开的，不会往外开的。整个建筑群是一条盘卧在大地上的龙，那么这个大门属于龙的嘴巴，前面2座桥是龙的胡须。这一块最有意思的是当地的村民在这里聊天，这是农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就是熟悉的人住在一起唠唠家常，挺好的。在这个建筑群里面还住了上千人呢。在这个房屋前面还有一条小溪，我们说的小桥流水人家在这体现的是非常好这个是溪水，碰到夏天的话，可能还有很多鸭子在这里行走，在这里寻找吃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个孔，这都是排水的，就是整个古村落的排水系统是非常好的，一个孔、2个孔，你看这里还有排水的出来，就证明它这个村落在建造的时候都考虑了这些。这边窗户呢都是老的雕刻，你看2只喜鹊，非常有特点的。这个小溪算是把整个村落包围了，在上面呢有很多桥，每一栋房屋啊都算是老房子，全部是这种向内开门。我们随便找一个看一下。这算是以前的堂屋了。这个房屋应该是上个世纪重新复建的，可能是。现在我们准备从那边大门进去了，在门口还看到旗杆石，就证明这些家族以前呢还有公民的人出生。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小院子，我们称之为1号院吧。它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有2个祠堂，称之为烟火堂，也称之为龙眼，因为整个大门这一块啊属于它龙头所在区，大门是龙嘴，那这2口祠堂呢就称之为是龙的眼睛，这也是遵循了风水的道理。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有孔，水流出去，这里也有，就证明这个祠堂啊常年保持这么多的水。这里称之为是龙的眼睛，同时呢也算是消防用水，因为这个里面的建筑啊是砖木结构的，如果碰到有火情的话，就从这里提水进去那个抢险。一般在古代啊建房屋，它一定会注重消防的。我们在有些寺庙或者山西的大院中间呢，可以看到一个大缸，是同样的道理。而这里呢，主要是房屋太多，它就弄了一个水池出来。现在就去里面走一走。文魁，一看，这就是好几个院落，我数一下，1、2、3，应该是5个院落吧。这是称之为仪门，一般以前大户人家都有的，平时不开。一眼望去啊，这个院落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以前的特点了。每一个院落等于呢是有一个大门，这样一关闭的话，就变成一户人家。这里有一个房间，这边也有，然后呢还有2个小房间。现在是厨房啊，有人在做饭，这应该是开农家乐的。这边还有天井，天井我们一般说四水归堂，常去的。整个这个古建筑群呢有200多个天井，这是非常少见的。那天井的水呢，都从这里流出去了。这里的天井可能比较普通，等一下我们看到里面的天井有一些可能还有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去那个厨房那里看一下。你这里面的煮菜还是煮米饭呢？煮腊肉。哦，看看，这么多腊肉。啊，你们这个是农家乐吗？农家乐啦。哦，你们都是姓张？啊，也都是他们的后代。这里传承了多少代了？生了27代了。那您是27还是20？我是21。这个村全部是姓张的是吧？姓张。有没有外姓的？没有。那这里面还住了多少人2600多人。那算是一个大村落了。他这边的腊肉基本上都是熏的，从而说他们都用水先煮一下。我们那边的腊肉是直接晒的，可以直接切着吃。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晒的，熏的有时候有点吃不习惯。这个都有很高的门挡，这应该是防老鼠的。它每进一个就是有一个天井，而且呢一个比一个大。还有一点呢，它是向上走的，步步高升的意思。有2只猫咪在谈恋爱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墙壁，这些都是原版的，建于明朝万历时期啊，也差不多400多年。我刚才听工作人员讲，他这些砖砌的时候非常耗时耗力，就每一个工匠一天大概切30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整齐啊，这全部排列下去。这边每一个缝隙呢不超过2毫米。当时呢没有水泥，是用那个糯米浆石灰
这样弄的非常结实啊。包括这个门框也是原本的，看一下门槛都磨成这个样子了。老物件就是这样。在这个顶部呢是榫卯结构的横梁，它雕刻了很多东西，四季花朵都是原本的。继续往前走，又来到一个分界线，这个门槛比刚才我们看的更高，就证明前面的门第更重。在以前嘛，门当户对嘛，那有可能呢，这里的人地位比下面的人高一点。这又看到天井更大，而且这个院落也更大。在以前有这样一种说法，分家不分房。那整个这一个大院落呢，是有4户人家居住。那打个比方说，父亲是住在最上面，那个长子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院落依次这样排列下去的。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分家不分房。那平时呢是住在两边的房间里面，如果有什么事呢，就大家来中间这个堂屋，或者是前面的正堂商量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再踩一下天井，步步高升啊！这些窗户应该也是老物件，这边是蝙蝠，我们经常说的五福临门。那这些有点像一条龙啊，这是鸟还是喜鹊？一般这些都是美好的寓意了。这边是属于巷道，这个村落里面有62条巷道，这都是有人在住的，有人在说话，好多都在做饭呢，好香啊！这个是煎鱼噻。啊，煎鱼，河里面弄的还是？河里面的都是新鲜的。好，这个鱼好啊。那吃饭嘛啦，到我们这里吃啊。逛完再看呢。试一下。那我尝一个，好久没吃这个鱼了。哦。我的都是新鲜的。好像好久没吃这个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有，但现在在外面就吃的少了。你们是哪里的？我江西的。这位阿姨也是从外面嫁过来的，她等于也算是开了一个农家乐啊。我在这里转了一下，里面呢好多当地的村民都开了农家乐，因为他们不用房租嘛，就自己搞了一个。他们还熏了很多腊肉呢，腊肉、腊猪蹄，还有腊鸡、腊鸭等等，挺多的。我还挺喜欢吃腊肉的，只要是晒的我都比较喜欢，烟熏的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又来到了一个地方，这算是他们的堂屋正堂了。一般这个家族遇到大事的时候，就在这个堂屋里面。整个这个建筑群它是有237个堂屋，因为它是从张古英开始传承了，对吧？后面肯定会有分家，那每一系的话就会单独弄一个大的院落出来，那这样堂屋就非常多了。在堂屋的附近就看到他们现在正在熏腊肉。哇，挺多的。这边还有一个接官厅，顾名思义，应该是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到现在刚好是310年，它是张家第12代人修的，总共是有9个房间。这个天井跟我们刚才看的有所区别，它中间是没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的，在两边呢还有很多雕刻，有福禄寿喜。还有呢，蝙蝠、小鹿、灵龟、喜鹊，表达了美好世俗的祝愿。这应该就是喜鹊了。这些长了一些青苔，已经有点覆盖了。这应该是小鹿吧？旁边应该是蝙蝠。张古营村还有一个谜底是，它这个排水系统啊，600多年从来没有堵塞过，没有积水过。具体是怎么建造的，没有人知道啊，因为没有挖开过。又出来一个天井了，这也算是一个农家乐了。这里面农家乐很多啊，也不能称之为农家乐吧，反正是住在这里的原住民呢，
就简单的弄了一个小的餐馆一样，就有游客来的话，就可以在这里吃点中午饭呢。这个雕刻应该是稍微新一点，后期补上去的。现在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村落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古巷道，总共呢是有60多条，曲折幽深。它是这个村落的经脉，将那些躯干与肢体连接起来，相当于是将村落里面各个小家庭全部连接了，具有通风、防火、交通3大作用。这个巷道有一点呢，就是比较漆黑。你看现在都点着灯，如果是晚上或者是没开灯的话，比较黑暗的。我猜想啊，在以前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人出门的，估计每个院落的大门都紧闭，因为这个村落太大，晚上走很容易迷路。另外一点呢，你不管怎么样，晚上单独走这样的道路了肯定是不太好，特别是女孩子。这些巷道都比较窄，差不多1米宽，这都是经过重新修复的。这巷道呢是把所有的院落房屋都连接起来了。你看这一块进一个院落，那边也是。这边叫八骏堂，看看是干嘛的，应该是有8匹骏马，我们找一下。这是2层的，上面应该是经过修缮一点。这个砖块和地基就是原本的，这里现在等于是开了一个画室了。清朝顺治时期建造的，是第10代。前方是正门，我们刚才进来的算是侧门。骏马找到了，在大门上面。8匹骏马，我们说八骏图一样。这雕刻非常精美啊，栩栩如生，也有300来年的历史了。这个墙壁明显看得出来是经过修缮的，和刚才看的原版完全就不一样。你看，弯来弯去的，如果是原本的话就很直。这就是差别啊，古代特别注重这种细节。我刚才听工作人员说这边有绣楼，基本上每一块都住了人呢，游客还挺多的。这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这边看一看。这村落的环境是真的好啊，这些石头都是老的。这边不光是小溪包围的村落，在村子里面也有小溪。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是真的挺舒服的。这边的桥是清朝嘉庆时期修的，第16代。在桥旁边还有一口水井，可以看到有很多管子，那就是说村里面很多水啊都是从这里过去的。这口井呢是在龙口附近，意思说是龙流出来的。又是一个院落，房屋14间，天井3个，现住村民4户。你走到这里面，好多有那种腊肉的味道。这我们是从反方向进来的哈，明显的看得出来，都是很有历史感、年代感。这是其中的一个巷道，非常黑呀，现在是加了一些灯光。如果没有灯光的话，真的不太好走。这进去又是另外一个院落，我们刚刚看的。所以说嘛，这里呢1700多个房间全部连接起来，真的是正常的。房间连通了，院落连通了，又回到外面刚才我们走的那个通道了。一开始我们说走在这个村落里面，太阳晒不到，雨淋不到，确实是如此啊。你像这些走廊，包括巷道，包括天井那些回廊，就是这种体现了。前方还有油炸坊跟米坊，应该是在那一块。一般传统古村落都会有这种的，自给自足嘛。像这个是榨油坊，非常传统的，很多人可能是在一些视频里面看到，或者纪录片看到。这是应该把那些炒熟的菜籽
放在这里，然后开始压缩。每放一块石头进去，每放一块木头进去，就会往里面挤，油的话从下面流出来。那怎么弄进去的呢？就靠这个撞击，放一根，然后这样，不好打呀。这是非常传统的，很少见了。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机械、电子榨油，这传统的越来越少了。其实不光这个，很多传统手工艺呢，都慢慢的快消失了。在旁边还有其他的，这些我们在重庆一些石洞里面看过，这个算是遗迹了。它是把这里一踩，那个抬高了，把要破碎的东西放在那里，比较辣椒或者稻谷这一类，然后放上去，一踩一放，那里面的东西很有可能呢就破碎了。木头加石头，人是站在这个上面的。这一块走廊是特意建造的，一开始没有，大概是清朝他们家族的一个人建的，供大家休息，既是安全也是休息，因为有护栏了嘛。如果小孩多的话，没有护栏也是不太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时不时可以看到当地人坐在这个栏杆上面聊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说真的，这一户人家非常了不起啊！从600多年前一户人家发展到现在680来户，2600-700人，这完全是一个大的家族啊！说真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家族600年的时间发展到这么大，这么多人，还是比较少见的，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人丁兴旺，并且几百年的时间全部是住在一起，这就更难得了。这里5万平米的豪宅是一户人家一家人的，确实是称得上啊。由于这边房间天井比较多，我们也只能挑选其中的一部分来看，反正我觉得是不虚此行，也算是大开眼界了。另外，这个地方相比其他的古村落或者古镇，它没有那么出名，前来参观的人就少一点。我还是喜欢人少一点的地方，好逛一点。如果逛完了逛累了，还可以在村落里面吃点农家饭。那今天这个地方我们就差不多逛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